在你的心脏地带有一座壮丽的火山，它的名字是 Bromo。 每一缕霞光，每一缕烟雾都诉说着大自然的奇迹与威严。让我们踏上一段难忘的旅程，探索这片神秘而美丽的天地。搭车2.5小时从泗水前往婆罗摩火山，进山途中山体在燃烧。入住离火山车程30分钟以内的Jiwa Jiwa，大厅的火山照片拉高了期待值。取完房卡，我们进入房间，映入眼帘的是温馨舒适的小空间，透过阳台可以欣赏到无限风光。走出饭店，我们漫步在街上，感受当地人的生活气息和四处弥漫的烟尘。跟着我们一起探索婆罗摩火山吧。点赞订阅，开启小铃铛。欢迎回到德克旅游趣，我是德克。现在是凌晨2点56分，我们乘坐在吉普车上，准备前往最著名的火山日出观测点 King Kong Hill。除了途经小村庄，全程只有车灯，四处一片漆黑。3点39分抵达入口处，错开了旅游高峰，否则车队老板说可能上不来。四下无人，也真的很冷。打卡 CNN 评选此生必看最美日出之一的 Bromo 火山，最佳打扮就是口罩、防风眼镜、风衣、羽绒衣和防风裤，穿全黑最好。如果可以，给手机戴一个防水套吧，沙尘超级大。凌晨已经有店家开始营业，路边炭盆就知道有多冷。过来人建议非旅游旺季可以待在这里喝热咖啡，时间到了再去15分钟入城的打卡点，冷到会抖哦。在一片漆黑当中，我们摸黑前行。突然眼前的亮光，我们跟着早起辛勤的工人一起步行到了打卡点。因为对地形完全不熟，有他们指路，害怕感大幅降低。抵达这个平台，我们分道扬镳，他们持续前行。凌晨4点多的山脚下，灯火通明，那层白白的难道是雾气吗？时间来到5点多，我们几只不认识的吉亚兵终于等来黎明渐渐破晓。后面山丘不知道什么时候突然多了那么多人。6点09分的天空，红鸡蛋准备升起，不远处的那层白静悠悠的不断在流动。清晨时分，雾气缭绕在山间，宁静而美丽。镜头缓缓移动，最左侧终于看见波莫火山冒着白白的热气。仅仅几分钟的时间，光线色彩不断变换。远处沸腾的波莫，前方的可丽露，千万别误认为婆罗摩火山。后侧那个不断排出热气的才是山的主体。婆罗摩火山一日游行程，住在附近是最舒服的选择。有些人会选择住在条件更好的泗水市中心，当天凌晨准点从泗水出发前往日出点。但是一路颠簸和长途车程，大家只能根据自己体能情况选择方案了。另外 Bromo 行程真的非常简单，如果可以自行安排沟通，就不需要通过旅行社赚差价，也不用特别花钱请导游了。另一个观测点是情人丘，司机说这里也是观看日出的位置，但就无法同时看到婆罗摩火山了。日出结束，我们乘车来到火山脚下，准备先拍摄火山写真集啦。拍完照，我们来到了婆罗摩火山脚下的沙海区，到处都是摊贩和车辆，长得像可丽露的山就在旁边。我们准备徒步20分钟前往火山台阶入口处。这片壮丽的沙海，当地人称为 Lutan Pasir， 主要是由于火山爆发时喷发出的火山碎屑和熔岩，而后风吹雨淋，这些碎屑和熔岩侵蚀成粗糙的沙粒，最终堆积在火山周围，形成了广袤的沙漠地带。这里风沙真的很大，吹得眼睛和嘴巴都是沙。拍照时手机洞口也都是，建议手机一定要带防水套。婆罗摩火山脚下的近处，摊贩摆卖各式食物饮品，是躲避风沙或短暂休息的好地方。太阳升起后，温差明显增大，身上的羽绒衣也已经可以脱下了。你是风儿，我是沙，叮当作响的是挂在马儿身上的铃铛。婆罗摩火山周围有骑马的生意，主要是为了满足游客对便捷、独特和文化体验的需求，也成为了当地人的一种生计方式。
但是骑马也加剧了沙尘的问题，进而影响周边的环境和生态。这些活动也给动物带来额外的负担。如果有需要，大家还是依照旅行时候的状况考量，不管选择徒步或是骑马，都是不一样的体验。就是口罩千万记得戴啊！越靠近火山，由于碎屑和熔岩在风的作用下堆积，加上长期人为的踩踏，逐渐形成了类似沙丘的景观。看似天然形成，实际却是火山活动的直接结果。我们在这片独特的地貌特征上徒步前行，享受8点25分的太阳照射，阴影在沙丘上同步移动。婆罗摩火山是一座活火山，今年也曾发生过游客伤亡事故。我们的每一步都是对大自然奇妙创造的一种致敬，也需要时刻提醒，带着谨慎的心情。总之，大家来时注意安全。来到了婆罗摩火山的台阶入口处，这里马上就有摊贩兜售高山火绒草花。这些特别的花朵在当地被用来投入火山口，象征着对自然力量的尊崇和祈福的心愿。游客购买这些花朵后，可以将它们作为祈祷和祭祀的一部分，获得保佑和平安。这个仪式反映了印尼文化对自然的敬畏与尊重，同时也展现了对未来的希望和祈愿。接下来全程将近4分半钟，跟着我们一起攀爬婆罗摩火山口的245阶台阶，每一步都伴随着壮丽的自然景观和挑战。这段攀爬穿越火山灰和熔岩地形，空气中能闻到越见浓厚的硫磺气味。婆罗摩火山位于印尼爪哇岛东部，海拔2329公尺。这条245阶台阶是20世纪初期由荷兰殖民时期的地质学家和工程师建造，方便科学家和探险家登上火山口进行地质和气象的观测。这座活火山最近一次大规模喷发发生于2016年7月。喷发期间，当地村民冒险举行了祭祀仪式，将牲口和庄稼扔进火山口，以求平安和丰收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婆罗摩火山成为印尼重要的观光景点之一。从20世纪后期开始，因旅游业的发展和基础设施的改善，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这里，探索火山的奇特景观和地质特征。这座火山也是地质专家和研究人员的重点研究对象，通过观测和监测火山活动来预测潜在的喷发风险，以保护附近居民和游客的安全。这些监测系统包括地震仪、气体监测器和热成像技术。在婆罗摩火山周围的地区，有着一些以农业和畜牧业为主的小村落。这些村落依赖当地丰富的农产品和畜牧养殖。随着观光业的兴起，这些村落逐渐受到影响，居民开始转向从事与旅游相关的服务行业，比如导游、车队业者、饭店和餐饮业。台阶上挤满了人潮，下来走得多轻松，上去就有多辛苦。还剩一小段路的时间，登顶前我们继续说点小故事吧。婆罗摩火山位于腾格尔火山口内，这个巨大的怪物大约80万年前形成。火山口直径长达10公里，其后又多次爆发，在广阔的盆地上相继诞生婆罗摩火山、巴多克火山和塞梅鲁火山。但是印尼有这么多火山，印尼印度教中的3座圣山，你知道是哪3座吗？除了爪哇岛的婆罗摩火山，另外2座分别是位于巴厘岛的阿贡火山以及龙目岛的林贾尼火山。而我们现在正在攀爬的婆罗摩火山，稍早提到的火山祭祀，实际上每年这里都会举行一个极具魅力的传统节日——塔萨达节。节日期间，来自腾格尔族的人们会携带他们的贡品，从4面8方涌向婆罗摩火山。随着太阳出升，信徒们在火山口边聚集，他们将牲畜、蔬菜、水果和其他贡品投入火山口，期望带来丰收、健康和幸福。举办时间常在每年的婆罗摩火山爆发周期之后举行，具体日期依照腾格尔族的传统历法来决定，通常会发生在夏季。
登顶火山口前的最后30秒，虽然都在阶梯上行走，但随着一路向上的高度，空气中硫磺的浓度逐渐增加。你应该可以很清楚地听到我们已经气喘吁吁，而这一段路却是婆罗摩火山口最安全的一段。待会登顶后，你会发现眼前的景色震撼，左顾右盼，不管往哪走，不到1分钟，所有的屏障护栏都会消失，除非强心脏，否则不建议继续步行窄小的道路，更别学坐在边缘拍照的危险姿势。准备好，我们一起登顶喽！哇哦！婆罗摩火山口南北向直径800公尺，东西直径600公尺。腾腾向上的蒸汽，前方是身披黄袍的象神，印度教当中的智慧和障碍克服之神，也常常被认为是幸运之神。硫磺的蒸汽逐渐弥漫尽头，不远处就是没有护栏的徒步路线。我们刚才就是从沙海区一路走上来，接着让无人机镜头带你穿越火山吧。马匹在沙海区扬起灰沙。上期影片介绍泗水多元宗教里的伊斯兰文化，如果还没观看，建议待会可以收看，了解城市人文背景。而这一集带你体验了壮丽的大自然火山里交织印度教文化的脉络。印尼作为世界上最多火山的国家，境内高达130多座活火山，形塑了印尼地理样貌的同时，也丰富了多样的旅游资源。虽然当地的旅游条件还在逐步完善，但是只要合理安排，做足功课，保持旅游时候的尊敬以及谨慎，印尼绝对值得你来品尝特色美食和打卡探险。系列影片还将前进雅加达、巴厘岛等印尼旅游热区。影片结束前订阅并开启通知，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吧。我是德克，我们下次见。